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做过一个 DY 轴的史莱姆农场，农场里面呢只有2个铁傀儡在吸引仇恨，收集的装置只做了2套，所以效率还是有点慢的。我今天的这个客户端呢也是装了有光影，之前有小朋友说1.16的光影也是出了好久了，所以呢我今天就特地来下了光影来试一下，然后录制的帧数呢我也调到了60帧，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开始维修史莱姆农场之前呢，我们先来下面刷点怪。我们先来打一波骨头，待会呢我们要用这些骨头要把它放到树场里面来刷一些木头。史莱姆农场的维修工作呢，我们需要用到很多的漏斗，光靠我们手头的这点木头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启动一下树场。然而启动树场呢，我们又需要很多的骨粉，所以先来打一点骨头，给我们的树场提供一点材料。不得不说，里芒果的这种树场还是非常适用于空岛生存的。只要你的岛上能够获取到珊瑚扇的话，那就很简单。我们现在要合成一些漏斗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树场呢？那么原因也是很简单。我们要做到一些红石装置，经常会用到大批量的漏斗，那么这个时候呢，树场就能够体现到它的优势。我们再烧一些木炭，我们光有了漏斗是没法将史莱姆处死的，还得借助这些萤火。生物踩在上面呢，就会立刻掉血，它的效果呢就像岩浆块一样，但是高度却并没有一个方块这么高。下面接漏斗的话是可以直接吸收萤火上面的物品。那我们再来烧一点石头吧，等会儿给史莱姆农场来造一个围栏。来，先让矿车停下来，然后再给它上货。这边的炉子怎么堵住了？哎呀，这里面怎么又有地毯呢？我怎么堵都堵不住。哎，我们把石砖给它烧裂开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建筑材料，待会应该可以利用到它。走你！我们来把史莱姆农场的围墙给拆掉吧，这可是专治强迫症患者的围墙。现在只能把它拆了。其实我想拆掉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墙角经常会卡着有粘液球，史莱姆它死了之后经常会有东西掉到这个缝里面去，然后漏斗呢它是吸收不到的。现在呢把它换成完整的方块，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再发生了。这个3×3的范围里面呢，我们给它搭2格高的墙，然后在上面再放一个半砖，这样呢能够阻止上面刷怪。那么剩下的其他地方呢，我们就只用放1格方块，然后在1格方块上面再放上半砖。这里的半砖它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阻止史莱姆跳到农场外面去。史莱姆农场呢，我想在4个方向都放上铁傀儡来吸引仇恨，这样的话掉落物就会分散在4个方向都会有。那么这里我就打算用漏斗把其他3个方向的掉落物全都输送到一边来。好，我们再做第2边的收集部分。这边同样是一个3×3的范围，上面呢再放上9个萤火，然后要注意漏斗的朝向，能够让它全都输送到左边的漏斗里面去。好，最后我们再把墙围上。以前的老箱子我们就可以把它拆掉了，我可不想为了拿这几个粘液球跑到4个方向来开箱子。好，这下面的漏斗我们也要拆，因为它的方向不对，它以前是对着箱子这边的，我们要把它调到朝右，然后一直传送到我们对面的漏斗里面。这样的话漏斗掉了就掉了吧，我也就不管了，我们再去做几个。现在呢这边的围墙都基本上把它做好了，我也该召唤第1个铁傀儡了，来吸引一下仇恨试试。打开 F3+B 看一下碰撞箱，可以看到铁傀儡的视线还是挺高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经常会残留着有没有收集到的粘液球，这也没什么办法。不过好像也可以在外面放几个漏斗，这样的话它会牺牲几个刷怪面积，也无所谓吧。我们在给铁傀儡搭围墙的时候，这面墙上就不用再放半砖了，不然就会挡住铁傀儡的视线。而且这边有萤火是可以照明的，所以不用担心会刷怪。好，我们来旁边挂会机来看看。这样还是看到有好一些闲置的史莱姆他们并没有被铁傀儡吸引到仇恨，所以在那闲逛。好，我现在把它改进了一下，2格高的墙上面呢，我现在是没有再放半砖了，
这样就可以吸引到更远的史莱姆，让它冲向铁傀儡。那么我们飞起来看呢，也可以看得很明显，现在史莱姆的积极性比之前要高很多，所以铁傀儡吸引仇恨的这一步还是挺关键的。然而还是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呢，就是处死史莱姆的面积太小了，他们都挤不进去。这一边的这位铁傀儡呢，你怎么就掉下去了呢？我要来给你做一个护栏，来确保你的人身安全。这个护栏我们就用下半砖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刷怪。好，还有你，来给你来做一个护栏。好，这下你们就安全了，可以安心的来为我工作了。我们最后来这里放一个工作台，随时可以方便我们合成粘液块。好的，我们史莱姆农场改造也就完毕了。农场效率我不敢说能够有多高，但是这个空岛是绝对够用了。我们又不用做试吞，也不用做什么3项，多省事，对不对？好，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别忘了点赞3连哦。什么？下次一定？你太伤我心了。好了，开个玩笑。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